尔加可以说满足了我对真男人的所有想象。首先，恭喜大团长可以称帝了。要我说，原神这次的传说任务完全可以作为月之舞，亦或是魔神肩章任务来看。甚至本来我都没抱太多期待值啊，但没想到其体验之爽感、情怀之拿捏、伏笔之回收，可以说完全就是主线级别的规格。法尔加各种大大咧咧背后包含着的，却是无比细腻的情感与精巧的布局。要说任务的起因也是完全承接了月之4的后续，解决了 Doctor 之后的狂烈本应该难成大器，但万万没想到，这破玩意儿的自己造王，甚至已经污染到了蒙德，而且染指到了守护兽波瑞亚斯的身上。而借由狼王与麦唱的之口，我们得知，原来这狼王安德留斯来自于诺德卡莱，后来一分为二，一门双至尊，其中之一跟随流浪骑士来到蒙德，并在旅途中逐渐学会了爱人，为这片土地奉献了自己，成为现在的波瑞亚斯。另外我看有同学问为什么周本上面写的是安德留斯，那你可以理解为正经场合用的是原名就行了。波瑞亚斯是来蒙德的小郎用的笔名，倒也不用那么纠结。而另一个则留在了诺德卡莱当红太狼啊，而现在的一切都指向诺德卡莱的那位似乎出现了异常。而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了解到如今诺德卡莱的红太狼却是被深渊控制了，或者说是被昔日最强骑士罗兰受到深渊的影响投影控制了。而这个罗兰或许有些同学会有点陌生，但如果我提到当当当当染血的骑士套，想必大家就会豁然开朗啊！毕竟这个套装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最强物理 C 尤拉的备用套装。此外，法尔加的终极计划并非杀死狼魔，因为魔神之死就如同核弹爆炸，余波射击之处万物凋零，土地更是千年难复，因此要用学会了爱人的西风守护的信念作为引子，换回诺德卡莱红太狼的理智。而这个承载着记忆的引子，似乎就是这把寄存着狼灵的大剑。还没等我思考完啊，雅天帝就带着不好的消息来了，狂烈规模越来越大，这里我们还体验了一把当大团长的感觉。这种沉浸式的不同体验我还是蛮喜欢的，指挥的小口哨还挺有意思，有种玩魔兽争霸的既视感。而最后和罗兰控制的红太狼大决战，不出意外的果然出大意外了。原来罗兰投身深渊之时，受到了五罪人之一的维瑟弗尼尔的指引，已然预判了法尔加的招数，一口给我们的关键物品大剑卡断了 ，What the fuck， 然后就被吞进去了。可是当真如此吗？错，原来所谓的狼灵大剑只是幌子，真正承载着灵魂的是法尔加的心脏。至此，之前的伏笔再次回收，原来法尔加大团长的心脏成魂之法，正是从队长那里得到的启发。英雄相惜亦是如此，此事在之前的米卡口中亦有提到，而以思念锚定存在，甚至逆转童话，这是他从火神那里受到的提点。之前派蒙觉得法尔加不靠谱，事实上现在看来，大团长确实是行动派，或者说对于瞬息万变、情势不明的诺德卡来讲，随机应变才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品质，既能未雨绸缪，又能见招拆招。法尔加可以说将领袖的素养体现得淋漓尽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或许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这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位似曾相识的赛博坦故人，那也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只是相比之下，法尔加似乎又多了一些幽默与潇洒在里面啊。而被我们一直调侃为神秘写信男的大团长，这么多年那一封封送往蒙德家人们手中的信，现在回看起来却承载了太多对故乡人们的爱意。从小可丽到秦团长，从还没成为骑士的诺埃尔到依然脱离骑士团的卢老爷，他都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呵护与关心融入到那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之中。蒙德最温柔的父亲名副其实，而最严厉的母亲当然是秦团长。而这一分又一分如美酒般醇厚的思念，故人一次又一次给予的掷地有声的温暖回应，终于在时间的酝酿下越发的香醇。锚定的种子在名为羁绊的情感灌溉下，直到此刻开花结果，爆发出了逆转乾坤的伟力。此外，我估计深渊也没想到这罗兰的投影居然这么正宗啊，趁到根本不趁人之危，压根就没想到对法尔加怎么样。本来从版本封面来看，还以为会有1v1男人大战来着，只能说罗兰也不愧为当年的纯白骑士啊。不过虽然1v1是没有的，但1v多是玩爽了。随着星空下的蒙德变奏曲超然入场，我们一把人之剑，一把义之剑，每一份朋友的力量加持，都回应了曾经我们对他们的叮咛。从和卢勤旅的火之合击绝技，祭地沙尘暴，荡平万邦，到冰之欢喜冤家的破空寒冰砍，斗破苍穹，最后和卖唱的狼崽子合击闪电旋风劈，舞动乾坤，真的是玩嗨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大剑角色如此的解压，上一次有这种感觉已经要追溯到5年前的荒龙一斗大人了。总之过5关斩6将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终点。那一句句充满了感情的回应，很难不为之动容。而最后那地上的每一把武器，其背后都包含着无数的故事。可以说，原神这款游戏的魅力就在于你对它的一些设定了解的越多，在某些场景下就越能引起你的共鸣。此刻亦是如此。这个构图，我说白了，如果法尔加的故事是个单集，这一幕简直可以作为大结局来落幕。往事如烟，斯人已逝，但信念却传承了下来。现在想想，当初法尔加在和那个被救下的雇佣兵谈及过去时，那似是开玩笑的放弃了义父线的英雄之路，实则大概率是真实存在的。这也在爱丽丝的口中得到了印证，但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远征。法尔加不愧于北风骑士之名，真男人无需多言。最后以信为始，以风为终，一句天平风云了。当法尔加再次睁开眼，迎接他的是那一张张刻骨铭心的面孔。我承认，这一刻我也不禁感慨万分。没想到当初捕风的异乡人，6年后终于是成为了捕风的归客。风与信这2个贯穿了这个任务，甚至是整个蒙德的概念，于此刻在我眼中具象化了起来。是啊，这一个个曾经与我们有万千交集，陪伴了我们整个开荒期，甚至多年的故友，这个始于蒙德的故事，一路走来所见所闻，在这一刻伴随着我耳畔响起的最初的旋律，一同化为了镌刻于蒙德微风中的美好故事。再一次听凭风饮吧。最后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可以给锅子点个关注、点赞、推荐。我们下期再见喽！愿各位旅途愉快，Thank you，思密达。